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蛙哥。就在刚刚前不久，Boom 发布了《马桶人》第76集第2部分的剧集。更疯狂的是，在剧集刚发布了不到1天的时间，Boom 又发布了第76集完整版剧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在一部分人看完第76集第2部分后，对剧情里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些抱怨。Boom 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于是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在公告里，Boom 也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并且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完整版剧集中会对该部分做出调整，并且第76集完整版还有一个额外新增加的秘密场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76集第2部分，一部分人抱怨的剧情是什么吧。第76集第2部分的剧情实在太疯狂了，发生了非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接下来我将详细的分析这一集的隐藏剧情和所有彩蛋。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新的一集，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太空阵营新成员。不得不说，宇航派的势力非常强大。在之前我们只是看到他的冰山一角，未来还会登陆越来越多的强大新角色。公爵夫人的登场确实惊艳到我。丁丁在视频中称她为女魔头，她的实力，她所做的事情，还有她的样子，称她为女魔头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这一集的细节和彩蛋也超级多，为了视频做的尽可能详细，我们连一只蚊子腿都不会放过的，请大家放心使用。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视频开头承接了第1部分的内容。当时监控人科学家驾驶着监控蜘蛛前来支援，消灭掉了这些故障马桶后，从驾驶舱出现的场景，他对着我们的主视角竖起大拇指。每次战斗胜利后，他们总是会互相竖起大拇指，这也是一种对彼此鼓励和赞赏的表达形式吧。当然，在一些特殊环境下，竖起大拇指的意思也有所不同。接着电视人也出现了，这些电视人过来并不是支援联盟成员和进行战斗，而是有其他的任务。他们走到了这些故障马桶残骸的身边，是来收集这些样品带回去做研究的。然后他们接下来的种种行为却让人大跌眼眶。在带走这些残骸前，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我们注意看女电视人的表情，她看到联盟的成员牺牲掉后，露出了非常悲伤的表情。第一个电视人对女电视人说道：“把他们都忘记吧，他们都是废物。”第二个电视人对女电视人说：“不要再担心这些废物了，他们都是垃圾，把他们忘了吧，他们都是废物。”电视人的这些话听起来非常不进耳朵。如果我们是监控人，为了抵抗敌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电视人不仅没有参加战斗和支援盟友，等战斗结束后来回收样品也就算了，还说付出最多的是废物。你让监控人听到这样的话是何感觉？电视人这个种族非常特殊，在之前的战斗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电视人阵亡的情况。很多人说这都归功于电视人的传送能力，他们见势不妙就会直接传送走。同时也证明了一件事，电视人种族只在乎他们自己的生命，根本就不在乎
乎联盟的胜负。如果一旦战局对他们不利，哪怕是牺牲盟友或者是战斗失败，他们也会选择逃离。并且往期的电视人在对其他人的态度上也非常的冷漠，表现出毫不在乎别人感情的行为。当然有2个电视人除外，那就是泰坦电视人和女电视人。泰坦电视人自从登场后，就和另外2个泰坦一起联手进行战斗，他们之间或多或少产生了微妙的感情。所以在泰坦监控人决定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泰坦电视人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失去你们2个。这让我们都非常感动。还有女电视人也是非常可爱和善良，为了联盟也做出了非常多事情，比如营救了被寄生感染的泰坦影响人，拯救了受伤的无双战神，还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战斗。他同样也非常在乎和关心其他联盟成员的安危。除了他们2个外，其他的电视人就表现得非常冷漠，甚至是用无情2个字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在之后我也会单独做一期关于女电视人的专辑，大家敬请期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要在这一集的开头刻意去做这些事情，来体现电视人的无情和冷漠呢？其实就是为了让电视人在之后的剧情发生叛变和黑化做铺垫。电视人真的会黑化和叛变吗？黑化的可能性大，但叛变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不会投靠宇航阵营。在完整版新增加的秘密场景告诉了我们这个猜测的依据，之后我会说到这一点。但是很多观众对于电视人的这个突然反转有点接受不了，于是就开始抱怨剧情。刀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紧接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的说明会调整一下剧情。在第76集的完整版就对剧情做出了调整。前2个电视人登场后，对这些残骸样品进行回收，并没有说话就传送走了。我们依旧看到了女电视人悲伤的表情。女电视人这个角色是非常受人喜欢的，她非常可爱，很善良，多愁善感，并且身材也很棒，没有理由不喜欢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女电视人其实是想要救助这些受伤的联盟成员，奈何传送的能力带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她又不得不服从电视人首领的命令，最后就只能抛弃这些受伤的联盟成员，带着样品传送走了。当女电视人和旁边的电视人传送走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电视人也准备带着样品传送走。这个时候大监控人想要靠近，他靠近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想要让电视人用传送功能把大家都带走，因为在场有很多受伤的监控人，让他们继续留在战场会非常危险。电视人说道：退后，样品更重要。毕竟之前的剧情直接就开喷了，称盟友为炮灰，让他主视角滚开。退后，样品更重要。这句话同样让大家感受到电视人的冷漠和对联盟成员生死的毫不在乎，但是对比之前的剧情要更加的委婉一点。这个细微的改动让喜欢电视人的观众能够接受，当然这也同样为之后电视人和联盟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当电视人说完这句话以后，就带着样品传送走了。这里有一个特写，我们看到了受伤的监控人非常的无助，独自站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中。另外一个监控人看起来表情也非常无助，他看向了大监控人，又缓缓地低下脑袋。当这些电视人为了收集样品而选择抛弃掉他们时，让这些本来就受伤的监控人内心更加的难过和无助。在大多数电视人的眼里，联盟其他成员的命根本就不值一提，他们根本就毫不在乎。之前虽然也救过联盟的成员，那都是因为要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有利用的价值才这么做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马桶阵营和太空宇航阵营都消失了，只剩下了联盟3大阵营，那电视人非常有可能会被塑造出一个反派来对抗其他2大阵营，这真是细思极恐呀。目前在电视人的眼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收集这些宇航敌人的残骸样品，弄回实验室进行研究，再通过电视人科学家的技术掌握和开发这种强大的科技为自己所用，来打败强大的宇航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在乎其他人的生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胜利又有什么意思？这是否说明电视人种族为了消灭强大的宇航敌人，哪怕牺牲掉其他2个种族都毫不在乎？这和背叛又有什么区别？所以电视人种族从头到尾根本就不是为了联盟而战斗，而是为了自己的种族而战斗。稍后我还将讨论电视人的黑化和背叛等问题，因为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复杂，也就是大家说的电视人阴谋论到底存不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否错怪了电视人，或者说电视人种族的性格本来就是如此？在这里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植物 Boom 到底是何用意，目前还不得而知，或许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又或者是 Boom 在为之后的剧情埋下另外一个伏笔也说不定。当电视人带着样品传送走后，就留下来这些受伤的监控人，他们此时的心情也是非常低落，并且在这监控人的身后同样有一个椅子出现。在第一部分的剧情里，那把椅子还会自己转动，这一集的这把椅子我们注意到它的位置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方向却发生了变化。此时椅子的方向正对着主视角，试想一下，如果椅子上坐着一个隐身人，那这个隐身人此时肯定正在盯着主视角。对于椅子的真相，我们之前有过很多种猜测，在这里就不过多叙述了，不埋下如此多的伏笔。在之后围绕这把椅子肯定会有重大事件发生，非常有可能是扭转战局的重大事件。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升级版大监控拿出来一个平板电脑，为我们展示一段非常重要的画面。此时的大电视人出现在某个战场，
他的身旁有2个集装箱，里面有其他联盟成员。这个时候正在有大量的联盟成员朝着集装箱的方向跑去，很明显大监控人是要让他们都进入集装箱内部，把他们一起传送走。大电视人说的话也非常冷漠，他说道：“你们这些低能儿，能不能快一点啊？在他们找到这里之前，这说明这个地方目前敌人还没有发现，暂时是比较安全的。在此期间需要尽快撤离。大电视人来这里就是帮助大家快速撤离这里的。在之前大电视人就做过同样的事情，当时马桶科学家带领部下突然传送过来，想要偷袭联盟的成员，最后在大电视人的帮助下，大家传送到了电视人的基地里，才让大家脱离了危险。大电视人虽然说话非常难听，但是他做的事情我们不可否认，也是为了联盟着想。这是否说明了一件事情？在电视人种族内部分为2派，一派对联盟其他成员是比较友好的，另外一派根本不在乎其他种族的死活。还有一件事影响到了电视人和联盟的关系，那就是马桶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电视人是非常抗拒和马桶人进行合作的，但是很明显监控人选择了和马桶人合作，这是否也是一个导火索，让电视人对待他们态度如此恶劣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未来的剧情里，联盟内部非常有可能发生内乱。我猜测到时候电视人是否会从联盟里分裂出去，或者是一部分电视人从联盟中分裂出去。老子以后不属于联盟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当我看到这个平板里的画面后，也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是否是一个陷阱？大电视人根本就不是在救这些联盟成员的，而是让他们成为对付宇航敌人的炮灰。当然，具体是哪种情况，这真的很难猜测。大家如果有其他看法，也欢迎发表你们的观点。电视人的冷血和无情，表明这个种族并不单纯，肯定有事情，未来一定会做出一些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是绝对会发生的。具体这个种族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就让我们再等等之后的剧情吧。我们说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宇航篇章结束后，还会有新的篇章，也就是新的敌人出现，到时候联盟会发生内乱，这个联盟新的敌人是否就是电视人呢？这个时候大监控人忽然指向了后方，那里是一座大桥，曾经这座城市肯定非常繁华，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残垣断壁和一片火红。大监控人的意思是让大家从大桥那个方向赶快撤离，他向主视角点了点头，表示是时候撤离这里。这个时候马桶战车也赶了过来，主视角监控人把其中一个受伤的监控人抓了起来，丢到了车上。这个监控人的2个手臂都断掉，身体还冒着电光。接着他也上了车，并且把其他2个监控人也拽上了车，他们要乘坐着马桶战车离开这里。目前大家都受伤严重，待在这里肯定不安全，需要尽快撤离出去。然而大家刚上车还没走，就遭到了攻击，2发粒子炮朝着这里奔来。升级版大监控人很快做出反应，飞起来用红色激光炮进行反击。蜘蛛监控也投入到战斗中，为他们撤退进行掩护。随后马桶战车开始快速撤离战场。这个时候故障马桶也追击了过来，很明显并不打算放过他们，哪怕是残兵败将也要赶尽杀绝。主视角用这个外星武器开始反击，威力巨大，故障马桶被成功击退。当大家乘坐马桶战车撤离时，我们注意到周围的环境，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座废墟，看起来非常的残破不堪。接着前方又出现了故障马桶拦截去路，在大家的合力下把它给打了下来。接着大家来到了大桥这里，这里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监控人从天上飞了过来，他飞的姿势相当奇怪，是倒飞过来的，就好像是遭到了什么东西的轰击，正好飞到了马桶战车上，并且我们注意到这个监控人的裤子颜色竟然是绿色的。让我们回到之前的剧情，这2个会隐身的监控人，他们的裤子颜色也是绿色的，这是否说明这个监控人是神秘特工的人员，被神秘特工用这种方式安插到了联盟中来了？之前粉秀哥是神秘特工的代理人，在联盟里帮助神秘特工做了很多事情，不过在最近的剧情中，他被侦探监控人给带走拷问去了。那么这个绿裤监控人在未来的剧情中是否会代替神秘特工，成为他在联盟中心的代理人呢？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们的猜测。接着又有一个故障马桶从大桥的右边飞了出来，主视角发射武器都被他成功躲避开，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因为接下来突然出现绿色的光，直接把故障马桶给打了下来。让我们放慢动作再看一下，攻击方式非常特别，这到底是谁支援了过来呢？马桶战车沿着大桥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前方又出现了一个故障马桶，同样的方式，它再次被绿色光束给干掉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慢动作，并且逐帧去观看，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绿色的光束竟然是这把椅子。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了，这妥妥的是椅子人呢。更有甚者说道，椅子人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靠谱的猜测，我们假设这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拥有隐身能力，再结合倒飞而来的绿裤子监控人，之前会隐身的绿裤子监控人，所以我们推测这把椅子上坐着的就是绿裤监控人，他此时是隐身状态，并且在帮助联盟对抗这些宇航敌人，而且这些绿裤监控人是神秘特工的手下，也就是说神秘特工真的在暗中帮助联盟一起对抗来自太空的宇航敌人。之前那个会移动的椅子上面坐着的应该就是隐身状态下的绿裤监控人，这一切也就说得通了。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再一次猜对了剧情。如果大家对于我的猜测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那就看之后的剧情吧。我不
不能说我的这个猜测100%正确，但肯定是8、9不离10的，有90%的可能性是对的。当然，肯定有人会说，这张椅子上坐着的是神秘特工，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神秘特工应该不会亲自战斗，派出他的手下，也就是绿库监控人战斗就行了，何必自己亲自动手呢？如果这张椅子上坐着的真的是隐身状态下的绿库监控人，而他此时做的事情是清除掉宇航敌人，进而让马桶战车顺利撤离战场，这是否说明神秘特工和联盟以及马桶阵营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宇航舰队都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神秘特工在很早之前就说过一句话，他们共同的敌人其实就是来自外太空的强大敌人，所以从一开始，神秘特工就在想方设法促成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合作嘛。这里我再次想到了马桶科学家，神秘特工之所以一步步引导联盟来到马桶基地，最终把马桶科学家给干掉的最终目的，是否就是为了让联盟和马桶阵营走向合作，提前清除障碍呢？而这个障碍就是马桶科学家，如果马桶科学家不死，那么马桶阵营就很难和联盟走向合作，所以他必须死，这真是细思极恐呀。那问题来了，坐在椅子上的会是谁呢？其实我想说，这很难猜测，但是作为一名剧情分析的博主，整天把这很难猜测放在嘴边，你连猜测都不敢猜测，那你还做剧情分析干什么？对于一件事情，直接来一句这很难猜测就完事，那这样的剧情分析又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在这里做出2个大胆的猜测，椅子上坐着的无非是神秘特工，或者是绿库监控人，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除非是一个从来都没出现的新角色，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随后马桶战车行驶到了大桥的底部，这里有一个细节，左边是一栋楼房，旁边是燃烧的火焰，在房顶有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 Ducato Sugar Company。 大家是否玩过恶灵势力这款游戏？在该游戏的第2章节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建筑物，之前也出现过关于这款游戏的元素，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Boom 或多或少参考了该游戏中的一些元素，融入到了马桶人系列剧情中，当然这也无可厚非，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个系列的剧情越来越精彩有趣。当马桶战车下了大桥后，突然有一个巨大的宇航马桶出现在前方，这个宇航马桶拥有巨大的能量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正在进行蓄力。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在宇航马桶的左下角，这张椅子再次出现，并且是正对着主视角。不难猜测，坐在椅子上的隐身人无时无刻都在观察着战场中的动向。之前的神秘特工总是出现在战场中的某个地方，观察战场中的情况。现在神秘特工已经看不到，已经很多集没有见到神秘特工在战场中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椅子，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宇航马桶发射了一发激光炮，命中了马桶战车，周围的建筑都被干废了。主视角从马桶战车上掉落下来，并且望向了前方。我们看到此时的马桶战车非常惨，整个马桶都破碎掉了，身上冒着大火，头盔也炸没了。这个马桶战车算是彻底废了。受伤的监控人从战车上掉落下来，此时的状态也奄奄一息。随后一发激光炮再次命中了这里，彻底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战场就是这么的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任何的道德和怜悯。这个时候宇航敌人再次注意到主视角还活着，下一步要做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主视角也非常的聪明，反应很快，赶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逃跑。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前方也有3个人员在逃跑，其中2个不必我多说，大家都认识。最前面的那个虽然看不清楚是谁，但跑路的速度非常快，不难猜测应该就是之前的那个绿库监控人。一发激光炮落下，并没有打中主视角监控人，身后的大桥都被摧毁，这强大的冲击波直接把主视角监控人给震晕了过去。这让我想到了在之前的剧情，主宰者发射的红色能量球虽然没有打中泰坦音响人，但是爆炸的余波却能把泰坦音响人给震飞。此时的主视角渐渐清醒了过来，还看到了旁边的2个战友也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在远处有3个监控人已经躲藏起来，他们侧着身体在远处看着主视角和另外2个监控人，根本就不敢过去帮忙，因为过去也无济于事，那不成葫芦娃救爷爷了吗？并且我们注意到最左边的这个监控人就是那个绿库监控人，他跑得实在太快了，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冒着绿光会飞的椅子，再次让我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椅子上的隐身人非常有可能就是绿库监控人或者是神秘特工，其他2个监控人应该不是马桶战车上受伤的监控人，而是其他地方的监控人，他们已经提前躲藏在这里。其中一个监控人招手让主视角他们赶快过来，但是太迟了。这个时候太空毁灭者飞了过来，我们注意到这个毁灭者的眼睛也是红色的，虽然戴着面罩看不清样子，但从眼神来看，面对这些监控人没有任何的怜悯，在他的眼里，可能这些监控人就如同蚂蚁一样渺小。这个毁灭者已经登场了好几次，第1次是亮相，第2次是参加了一场战斗，再次登场后，我们发现他的身体竟然着火，并且身体部分有一些损伤，这说明他之前肯定经历过很多次战斗，并且这些战斗并不轻松，可能已经干掉了他眼中的敌人，自己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不过也有一个问题，能够给他带来伤害的成员会是谁呢？联盟的强大存在，还是马桶阵营的强大变种？并且我要强调的是，毁灭者这种宇航角色并不只有一个，目前已经出现好几个了。虽然没有故障马桶数量那么泛滥，我推测数量也一定不会太少。此时另外一个宇航马桶也登场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刚才的主视角就是被他给攻击的。这个角色的样子非常有趣，拥有锋利的机械蜘蛛腿，在其身后也有圆形装置，并且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圆形装置可以旋转，所以它并非是一个代表地位和权力的装饰品，而是有其他用途的一个工具。这种拥有圆形装置的宇航马桶不只有一个，是数量众多的量产单位，也进一步推翻了之前的那种圆形装置代表宇航阵营等级地位的说法。它的身前也有一个巨大的装置，类似于电钻一样，正在高速旋转。这个装置其实就是更高级别的核心反应堆，当它高速旋转时，说明正在蓄力。蓄力完成就会发射出来强大的核心激光炮，接着主视角和其他监控人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逃跑。同样类型的一个宇航马桶再次出现，我们注意看它的表情。非常开心，并且核心反应堆能量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射。目前宇宙阵营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他们有着地位等级区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怎么区分他们的地位等级，这是一个无法断定的问题。有人说很可能和他们的头盔有关系，大家觉得呢？我之前做过一期宇航阵营成员实力排行榜的视频，当时我说太空主宰者目前的实力可能是排在第2位，那么排在第1位的很可能是太空母船。我们的依据是太空母船的出场方式非常具有压迫感，并且它的体型和外观很具有震慑力，作为最后一个压轴登场，那实力绝对是非常强悍。但是有很多小伙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把太空主宰者放在第1位，里面是太空主宰者的实力非常强大，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实力。由于太空母船刚登场，还没有见识到他的实力，所以不能排在第1。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大家觉得宇航舰队目前的第1战力会是谁呢？太空主宰者和太空母船，大家会支持谁呢？为了彻底干掉主视角他们这些联盟的成员，出动了大量的宇航马桶。我们看到太空拦截器也来到了这里。突变马桶直接放弃了抵抗，被大量的宇航敌人包围，他直接绝望了，干脆不反抗了，丢弃了手中的武器，闭上眼睛，等待着死神对他的宣判。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后面的场景，竟然有一所房子，关键这所房间内还有亮光，在这个地方还隐约的看到了一个监控人，很多人说这是幸存的人类，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毕竟我们离得太远，实在是看得太模糊了。正在通过窗户望向战场的情况，还有人说这是神秘人，我怎么感觉不太像呢？大家觉得会是谁呢？监控人、神秘特工，或者是人类？如果是神秘特工的话，应该会看到周围有绿光，我个人认为是神秘人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说是一个监控人的话，很大可能还是绿库监控人，他在代替神秘特工观察战场中的情况。如果是幸存下来的人类的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毕竟我们在之前的剧情中已经发现了一批幸存的人类。目前人类在剧情中并不能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主导作用，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躲藏起来，避免被马桶阵营和宇航阵营追杀。不过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也非常有可能对剧情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接着人形态突变马桶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吸走，就好像吸铁石把铁块吸过去一样简单。一个全新的宇航角色登场了，还是一个女角色，我们称她为宇航女公爵。这可以说是宇航阵营第一个出现的女性角色，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集。在之前的剧情中出现了一个女马桶人，我们就推测过在未来的某一集可能会出现宇航女角色，没想到出现的如此之快，并且这宇航女公爵的地位等级应该很高。不给这个女性宇航的角色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宇航公爵夫人。那我们以后就称她为公爵夫人吧。从她的名字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她在宇航阵营的地位并不低。既然有了公爵夫人，那未来宇航公爵也会登场，并且也得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宇航阵营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公爵上面是否还会有更高级别的存在？不过目前公爵还没登场，说这个还有点早。我们先来看一下公爵夫人的样子，再来讨论她的攻击方式。红色的能量是她的主要代表，她的头顶有红色的圆形物体，这个圆形物体还会自动旋转。公爵夫人用发型也非常独特，作为一个女性，并非是长发，而是一半脸用短发进行遮挡，拥有漂亮的脸蛋和大大的眼睛，在眉心处还有一个独特的符号。我们没有看到她的能量核心反应堆，但是却配备了4个强大的激光武器。虽然是一个大美女，但是怎么看都给人一种阴森的恐惧感。她的攻击方式更加的劲爆，直接把监控人吸附到自己的武器上，然后就直接捏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剧情？当时 Astro 飞碟突然出现，直接用机械手臂捏碎了一个飞行马桶。不过公爵夫人的攻击方式更加的粗暴。这个时候监控人和主视角互相看向了对方，很明显他们也被吓到，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是他们并不会畏惧死亡。监控人已经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于是对着主视角竖起大拇指。虽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监控人，但在这一刻他是一位英雄，让我们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随后这个监控人就被吸走了，接着另外一个马桶人试图攻击公爵夫人，也被吸了过来。接着公爵夫人控制自己的武器，对着他们两个发出强大的红色能量，把他们两个瞬间被烧成了灰烬。这个攻击有点类似于女电视人的红光屏幕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方式又各不相同。
这时我还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是公爵夫人的隐藏攻击手段，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这个被吸走的监控人手中拿着的竟然是之前的反寄生武器，按道理反寄生武器已经被淘汰了。剧情初期，马桶阵营研究出寄生虫对付联盟，于是联盟研究出来反寄生武器来应对。寄生虫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监控人手中拿着反寄生武器，是否说明在未来的剧情中寄生虫还会再次出现呢？只不过这次是宇航阵营的寄生虫，和之前马桶阵营的寄生虫有很大区别。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测，由于Boom拥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剧情如何发展，通常来说我们是很难猜对的。目前周围所有的联盟成员，自己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死去，试问一下主视角监控人现在是什么心情呢？我相信他并没有畏惧死亡，也不会退缩。既然明知道已经逃不掉了，那就再进行一波最后的反击吧。于是主视角朝着公爵夫人射击，可惜的是，就如同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用的是玩具枪吗？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看一下公爵夫人的表情，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她这个脸型我是非常喜欢的，如果来做我的老婆，我绝对做梦都会笑醒。接着主视角手中的武器也被公爵夫人给吸走了，当然公爵夫人也不可能放过他。注意看我们的主视角在试图反抗，他用双手牢牢抓着地面，在做最后的抵抗。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他最终还是被吸了起来。此时的主视角也是能够近距离观察到公爵夫人了。我们大家说白了就是占了主视觉的光，如果不是主视角被吸了过去，我们也不能够近距离看到公爵夫人的样子，实在是太美。不得不说，公爵夫人的美貌可以用貌美如花来形容了。公爵夫人的头发和眼睛都是红色的，并且没新出的神秘符号，此时也看到特别清楚。不过和故障马桶额头上的符号并不一样，看起来更加的复杂神秘，证明它绝对不是来自地球的产物。鼻子也很大，她的嘴唇看起来也相当的性感，不过她的下巴还有4条伤痕，难道这个公爵夫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这些神秘符号又代表什么呢？目前我对这些符号没有任何头绪，大家如果知道相关信息，欢迎大家告诉我。皮肤也特别好，不过她的黑眼圈比较严重，如果把这个黑眼圈去掉，看起来就更加美丽动人了。此时的主视角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于是就对着公爵夫人比了一个友好的手势。注意看公爵夫人的表情，竟然在微笑，我的天呐，公爵夫人的微笑实在是太迷人了。不过她接下来做的事情反差就有点太大了，她先是掰断了主视角的左臂，又接着掰断了右臂，随后主视角的下半身都被拆了下来，伴随着电光闪烁，主视角被拆了个零碎。然后我们就看到主视角监控人身体里面的汽油都喷了出来，喷在了公爵夫人的脸上。这里我要解释一下，由于主视角监控人是一个半机器人的状态，身体内部有大量汽油，给他提供能量也就说得通了。对于这一幕，大家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对于这个行为，公爵夫人并没有生气，而是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很喜欢。不过这个画面在之后的完整版里给删除掉了，可能不免也感觉到这样开玩笑有点不太合适，毕竟喜欢她这个系列的粉丝年龄段分布非常广，有大人、成年人，同样也有一些小孩子，影响不太好，于是就把这个画面删除掉了。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完整版调整后的公爵夫人，所以看起来是非常漂亮和美丽动人的。在出版剧情中的公爵夫人，大家看一下这个对比，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大家是喜欢现在的公爵夫人，还是从前的公爵夫人呢？并且调整后的公爵夫人，眉心的符号更加漂亮了，下巴的符号也消失了，不过4条缝痕依旧还在，右脸蛋也有一个符号。公爵夫人对着主视角说道：“你无能为力。”这个时候，飞行马桶支援了过来。小妞，我来和你玩一玩。当他发射激光时，公爵夫人发动了能量盾牌来抵挡伤害。这个能量盾牌和主宰者的很像。接着，公爵夫人扭过头进行反击，直接火力全开，4个红色激光炮全部命中飞行马桶，并且这种红色的激光炮就如同火焰一样，可以灼烧敌人。公爵夫人是彻底愤怒，她的眼睛也发射红色的激光。我们注意看她头顶的圆盘也在高速的转动。这个飞行马桶算是倒大霉了，被折磨得够惨。6发强大的激光炮全面轰击飞行马桶的头部，整个场面不忍直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调整过的出版画面。是有非常大区别的。公爵夫人的表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注意看这个艾索兰杰奇竟然在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一幕，笑得非常开心。接着 UFO 飞碟来到了公爵夫人身边，在出版剧情中，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对话。由于 Skibitan 语言，我们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猜也猜不到呀，根本无法猜测。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能猜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吗？从他们的表情来看，非常的严肃，应该是讨论一些很严肃的事情，绝对是发生了对他们不利的事情，但是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随后岳父汇报完情况就飞走了。在最新的完整版里面 ，Boom 做出了调整，由于这个剧情对之后影响非常大，就直接换成了英语来对话，这样我们就能够搞清楚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了。UFO 说有人篡改了我们的通讯，追击泰坦的小队失踪了，您确定要参加吗？公爵夫人回答道：“是的，我不会错过。”UFO 说：“继续执行计划吧。”于是就飞走了。这里的信息量非常大，首先是有人篡改了他们的通讯，这导致追击泰坦的小队失踪了。谁有能力篡改宇宙阵营的通讯呢？除了神秘特工和电视人种族，我想不到其他人了。神秘特工和电视人种族，大家觉得谁的可
可能性比较大，我觉得神秘特工的可能性大一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 G-Man， 因为电视人种族目前正在忙着收集样片进行研究，而 G-Man 曾经是宇航阵营的成员，对于他们的通讯肯定非常了解，想要篡改应该不是难事，并且 G-Man 早就想要和联盟进行合作。现在泰坦小队损失惨重，又遭到了宇航小队的追击 ，G-Man 前去支援和营救的可能性很大。这里还提到了追击泰坦的小队失踪了，说明这支小队非常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目前泰坦监控人生死未知，泰坦音响人也失去了战斗力，只有一个泰坦电视人，在面对强大的宇航小队，根本就无法做到把这支小队干掉。那到底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呢？除了神秘特工，就只剩下 G-Man 了，并且通过了这么多集的剧情发展 ，G-Man 的升级应该已经完成了。升级后的 G-Man 干掉了这支小队，成功救下来泰坦小队是非常合理的，也说得通。由于出现了意外情况，UFO 于是就问公爵夫人，还去追击泰坦小队吗？公爵夫人的回答是，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于是 UFO 就说了句继续执行任务吧，就飞走了。那之后的剧情发展，很可能公爵夫人会去追击泰坦小队，和泰坦电视人发生一波战斗也说不定。当然，如果是 G-Man 拯救了泰坦小队，到时候公爵夫人很可能还会和 G-Man 进行战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心动了，兄弟们，公爵夫人并没有彻底摧毁主视角大监控人，在临走的时候还对着他眨了一下眼睛。当我看到这一幕，确实心动了。公爵夫人实在是美丽动人呀，她的离去也勾走了我的魂。总的来说，出版的公爵夫人样貌并没有那么惊艳，更多的是给人的阴森感。但是在完整版里进行改动后的公爵夫人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做出一些夸张的表情，静静的去欣赏，确实是一位大美人。虽然公爵夫人没有彻底摧毁她，可她伤的实在太重了，只能一个人在原地等死。不过她的头部并没有被摧毁，在未来很可能还会被修复也说不定。此时的太空航母在大肆的破坏城市，主视角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而毫无办法。最后她的信号也彻底的中断了，不过让我们期待它能够被修复。接着就是完整版新增加的秘密场景了。联盟的成员在基地里通过电脑屏幕也看到了外面发生的一切。此时信号中断了，这些联盟的成员身体颤抖，看来外面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内心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大。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版女监控人，还有一个工程师，蓝领带监控人。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在桌子上放着一个马桶塞子，等下大家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大家都扭头看向了身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蓝衬衫监控人和两个监控人科学家。这两个监控人科学家的衣服样式也各不相同，不过这个蓝衬衫科学家应该是他们的首领。电视人带着样品也传送了过来，并且指着这些宇航样品，让监控人科学家彻底的研究一下。这说明电视人还算是不错，并没有自己独吞这些样品，还分享给了监控人科学家一些样品，让他们来进行研究。然后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们大家都震惊不已。这些监控人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并且对电视人比了这个手势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电视人去往战场的目的是为了带回实验样品，而不是去营救联盟的成员，这就导致受伤的监控人全军覆没。电视人为了研究宇航舰队的科技，根本就不在乎其他种族的生命，所以就让这些监控人非常愤怒。如果大家理性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要从大局出发，只有研究出更高科技的武器，才能来抵抗强大的宇航舰队，才能降低联盟的伤亡。所以小部分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然而这些监控人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是这些电视人没有营救自己的族人，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所以就把怒火发泄在了电视人的身上。接着电视人说了一句话：“你会后悔。”这句话也代表着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电视人种族接下来很可能会从联盟分离出去。其实我们理性的去思考问题，电视人并没有做错什么，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剧情发生的事情。当时无双战神和男音响人在马桶基地遇到了强大的变种马桶，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危，男音响强行关闭大门，导致其中2个联盟成员牺牲掉，这就让无双战神非常生气，暴锤了男音响。其实理性去分析问题，男音响并没有做错，所以电视人虽然说有点冷漠，非常在乎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做出来保护盟友，牺牲自己这种大无畏的事情，但是他们之前也是保护大家的，为了对抗敌人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监控人的冲动导致了电视人从联盟中分裂出去，是非常不理智的一种行为。当电视人说完你们会后悔的，就传送走了。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剧情中，联盟应该会发生内乱，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本来就很难对付，又发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们看一下这2个监控人科学家的反应，他们也表示非常无奈，事已至此也没办法。女监控人拿起了马桶塞子，这个马桶塞子的体型非常大，并且里面还有一把锋利的刀。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之前的剧情，当大监控人牺牲掉后，无双战神也是拿着马桶塞子一样的表情神态。虽然无双战神牺牲掉，这次又出现了一个女无双战神。在未来的剧情中，我们将看到女无双精彩的战斗。在她的旁边这个蓝领带监控人，她的姿势非常霸气，可能在之后他们2个会作为搭档进行战斗。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泰坦小队将会迎来一场恶战，公爵夫人将会再次登场参加战斗，很
很可能 G-Man 也将会出现，并且电视人种族会做出一些让联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和监控人种族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未来剧情发展的空间相当大。这期视频光文案就写了上万的字，再加上做视频用了3天的时间，恳请大家一个点赞应该不过分吧。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看我最新一集的剧情分析，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新视频更新后就不会错过了。